到了在我们的期望超过我们期望的，一共有22件齐白石的佳作。那我们在整理和做图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这一批齐白石的这个感悟呢，的确比较深。我们也希望呢，就是用聊天式的方法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在这个经手的过程当中的所思所想，还有我们是怎么来看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是怎么来到嘉德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标准来界定我们大观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出品。我们就完全是用这个跟大家这个聊天的形式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这个对于齐白石也好，对于嘉德也好，对于我们拍卖这个工作也好的一点点兴趣。这次我们这个夜场里面大观夜场里面这个也挺有缘分的收到了质量又精后这个数量又丰富的这么一批齐白石也都非常有特色这个齐白石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优势项目，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呢借今天的这个场合呢，把这个齐白石大观里夜场里面的齐白石梳理一下因为种类很多有很精彩你说很贵的齐白石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特别值得这个说一说的这个有趣的齐白石。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想过一过这个齐白石的这个板块。一共有22件。这个在我们大观夜场的这个上拍出品的这个人名的比重里面呢，那这一次呢算是相对是比较重的最重的。刚才我在翻这个63年的这一本齐白石画册我们刚刚翻到最前面还看到这个新老的这个印章典藏印，这个书还是新老当年94年出品那一套这个新卫三水册的时候送给书画部作为纪念的，所以现在再看到这个带印章的这个册页已经被我们翻的都已经都开裂了对，这本书，但是就是特别心里还是很有感慨对，而且呢，我刚才翻来翻去呢，发现太多这个里面跟我们有情节跟我们有缘分的作品。你看这一件106号的这个群鸡我们上一场给它换了一个名字，叫做《顺吉如意图》那这一件作品在23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是4100多万的一个成交。那刚才又翻到这一张更加有感慨这是190号的荷花双鸭，我们拍卖的时候是写的佳偶图。那这件作品是2020春天，我觉得是非常受煎熬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得到这个张宗宪先生的一个支持把这件佳偶头交给我们。我觉得那一场这一件非常非常重要支撑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场气。那最后的这个成交大概也是5520万多所以呢，这样的一本书呢，就是你看我们都已经翻成这样了，就是它经常好像出其不意的就带给我们好像是非常熟悉的作品，可是你又跟他分开了很长时间他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又回到我们的这个拍场，然后又和我们的这个市场见面，又和我们的藏家见面齐白石呢是一个怎么说都好像说不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对于我们30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拍卖市场来说
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同时也是，如果说我们拍卖公司有什么贵人或者是说恩人的话，那齐白石这个名字和张大千和更多的我们中国艺术史上面很知名的这些名字一样，都是我们做拍卖尤其做中国书画的贵人。那我们这一场呢，就是这22件呢，就是刚才张博也说过，就是真的是各不相同，其实估价位也相差很远。那我们就从第一件开始讲，好吧？好，对，我们第一件也是整个大观的第一件作品叫意头很好玉兰迎春这个白石经常画的这么一个题材玉兰花这件作品挺有意思。首先我们关注的这个点就是你拍卖吧，对吧？要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件东西的可靠性，它有很重要的出版，有10次出版那么其中在这个齐白石的画法与欣赏这本书里面出版了4次。那齐白石画法与欣赏呢，我们知道是我们进入齐白石的一把钥匙可以这么说。没错，它是算是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来阐述齐白石的这个绘画风格和绘画技术的这么一本书。它是齐白石的忘年交也是他的亦师亦友的这个算是这个好朋友吧胡佩恒59年第一次编写的这么一本书其实并不是说很厚，这本书并不是很厚，它先后呢出版过，就是再版过非常非常多次这本书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你一直可以读，你在你进入齐白石的欣赏和进入齐白石收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每一次读都会有收获。这个胡佩恒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就是他描述齐白石的画法的特点，或者是某一个类别的画法的特点，都非常的准确，文字很少，但是说的非常到点子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件想来想去，是不是我们要写什么暗语呢？其实不需要，就是胡佩恒已经就是写的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对，就是我自己的印象就有2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对齐白石很懂得的人。你比如说，他说这张画你看，它是这个瓶子在这个右上角，但是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用了很重的墨来点这个玉兰的这个蕊，然后不是蕊花萼，然后呢来衬托这个玉兰花的这个洁白。这好像是一个很常规的这样的一个画法，但是你看完他这一句以后，你再看这个画，你就觉得它的这个墨点是好像是特别的重，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画的这个节奏里面呢，它的确能够衬托出这个玉兰花的这种皎洁。没错，对。那第2个呢，就是我看到他说这个瓶子很多呢，它都是不复色的，但是呢，它这个呢是画了一个复色的一个瓶子，可是在它的这个右下角呢，它有一个光影。那这个光影其实齐白石画瓶子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也微微的有2笔有一个虚空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瓶子呢就显得很立体。那同时他也强调，它不是画在一个桌上，它不是一个像西画家一样，它会有一个桌布有一个表现。但是呢，你感觉它这个瓶子呢是非常稳妥的，是非常这个怎么说，跟这个花枝的这个结构是很对应的，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落款就是一个借三竹者，是很清洁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这种层次跟逻辑很舒服，非常舒服，就是你看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画呢就很悦目，让你看完以后很欢喜，大概就是这个感觉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会
你看的齐白石的画越多，你内心呢，事实上，我个人哈，我就会更喜欢他的基本款，就跟你说你买了很多衣服，但是你这个白背心，你永远是你很追求的它的质地，它的这个领子高一点低一点怎么样？你百搭。对，就是在。有时候我想，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新人，我进入这个领域，我是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齐白石，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哈，比如说虾，对，比如说墨虾，比如说小的小鸡儿螃蟹，比如说这个写意的花卉，对，不管哪一个门类，其实是最本真的、最本质的、最简洁的，最能体现这个齐白石的本质。我觉得这一件作品呢，它也是第一次出来，我们其实很有感慨哈。第一件多说两句哈。事实上，我们平时征集呢，我们去很多地方，我们去海外，去这个。去南方，去东瀛，去怎么样？但事实上，说实话，其实真正特别重要、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其实常常是出在我们的周边，其实都是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很深藏不露的藏家，那他们可能信任我们这个平台。所以我们这一家呢，其实有不停的有一些非常精彩的齐白石的出品，都来自同样一个藏家。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估价也很低作为我们这个夜场的第一件，一定很热闹，不错，肯定很热闹。那我们进入接着说第二件，第二件呢是九如图，也是很小，对。比如大家就会想，这么小一个一张画怎么你们就能够进入你们的这个大关呢？我也自问哈，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大观夜场，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事实上，你上无止境，但是下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特质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9条鱼它有一个跟画面好像看上去比例不成比例一样哈，它这九如图篆字写得很大，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题诗。他说呢是这个粗解棉衣，深青画此小幅。就是说这个天气有一点热了，我脱掉厚重的棉衣，觉得浑身很轻松。然后我画了几条鱼，然后呢我觉得我很自得，我又写上。九如图，3个篆字，白石又篆，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小幅作品，你能看到他做这一件小小的一个作品时候，他的一种自得，一种轻松，一种经营，他对于这几条鱼的走向、大小，他是在一种非常有自觉的经营的状态里面描绘出来。那同时呢，它又很轻松。你看这个作品，你能体会到它这种轻松的这种情绪。那它同时是米谷的一个旧藏哈。米谷是咱们国家近代的漫画家，对，他住的也特近非常近，离我们很近，就在朝阳门南小街非常近。这个米谷先生，我记得我还是做4季的时候就经手过米谷先生的几件作品哈，有一个向日葵是林风眠哈，那个是特别到现在每一次我看到那张画，我都觉得是林风眠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那米谷呢，它其实和这个赖少奇呢有一点像，他们是一个红色出身哈，他们是左翼的一个代表，但是呢，同时呢，他们是创作者，他们是懂画的，所以呢，他们收藏的画呢都特别有画意，有画眼。那这件作品呢，我觉得同样也是达到了一个，就是说一个藏家对一件好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所以感觉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的这个编辑哈，也用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哈，把这个页面设计的特别的可爱漂亮，好像这个鱼呼噜呼噜的就对游过来了。而且呢，这个酒如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很有意头。你给大家练一练啊。这个酒如怎么说？酒如呢，它是出自于《诗经·小雅》当中的天宝六章，它其实是9个带如字的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如山如皋啊，如钢如灵等等，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寓意吉祥。那这个9个如字连起来，很顺意，很吉祥。那么后世人呢，就把这9个如字连起来用，叫天宝九如。这个与此同时哈，这个主要是用作祝寿用的就祝愿这个这个说话人你说这个福寿绵长也好，你说万事顺遂也好那同时呢，这个如跟鱼在民间又有一个谐音。那么白石老人呢，在画里面呢就借用这个谐音经常画这个酒如这个来表示这么一种吉祥的意头也体现出这个白石的画是怎么说呢？我们讲很接地气的这么一个方面吧。对，是它的一个典型的题材。对。那同样典型的题材呢，我们的第3件其实也是柳牛图。对我这个发音柳牛图，柳牛图。这件也是，大家会想，柳牛图也不是什么说多了不起就是其实也常常能见到这个柳牛图，你们为什么也上了你们的大关呢？这也跟他的这个题识有点关系。就是他非常自信，齐白石这个画家，就是说他跟他的出身，我不知道是说是匹配的，是协调的，是他天生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呢，还是说他后天的确是有一种能力来集合他的这种自信的气质。那他呢画的很空就是一个枯树几枝这样的垂柳，然后底下一个柳是卧着，一个是站着这个都背对着我们，然后呢，他这样说，他说天下能知画者，不得争补，就是说懂画的人，你们绝对不能再多加一笔在这个画面上。那当然，我也是不会再给你们加的。那他这个也许是对定画的人说的话，也许是对他自己说的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题识，有时候为什么说，好像题材也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一张会比那一张要贵很多呢？事实上很多趣味，我们说是有趣味的画，有趣味的这个笔墨就更能打动人。它到底这个趣味是在哪里呢？事实上有时候就是在这1、2句的这个题识里面，他一下子就把这张画就给说明了，说白了。那同时呢，把这个画最大的特点也告诉你了。我就是这样子，不能再多一笔，就是恰到好处。所以呢，这张画也是，他是81岁的，和他的这个很多的柳一样，就是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有代表这个齐白石，很本质的特点的这样的一件东西，一件作品。那第4件呢，我们依然选了一件是墨笔的，
叫做木物归帆图。木物归帆，哎，这个好像是在这个里面。哎，对，刚才是说100多少哈？在后面吧？不是，好像是说110，117哈，117，对，在这里面，在这儿。那这件也是嘉德02秋拍出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它其实就是山水画，一直他自己强调哈，他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画了啊，这个，所以呢，他的山水呢，事实上是不多的，但是这些不多的山水呢，它传达的这个气息，我觉得是非常统一的，没错啊，没错，都是他这种人生阅历和人生感悟的一种山水画的一种外化哈，表达，他对于这个江河湖海，的一种缥缈，没错，这种人生际遇的这种一种体现哈，他经常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这个哈，就是说，人生如历旅，我亦是行人哈，就是每一次看他的这个画的，你老是有一种这种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感悟哈，那这件作品呢，也是有很多的出版，这个是59年就出版，63年又出版啊。就讲到这个出版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客人在进入收藏，当然给他们最大的一个信心啊，不是说啊，你拍卖公司的业务人员说啊，这多好多好多好，这个可能打动不了他。但是如果这件作品它自带早年的出版，或者是说越多越好，那大家经常强调，这有10个，有20个，事实上20个也没用，但是关键的重要的出版，那的确是非常的加分。那其实对于齐白石来说，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最加分的，应该就是有那么几个哈，对，一个就是59年的这个出版，然后后来是63年的，对，后来是齐白石全集以及，你这有一本，我这儿有一本啊，这个是齐白石的遗作展的一个纪念册啊，它是附图不多，但是主要是以这个目录为主哈，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进入这些出版的就不是好作品，那它也同时，它是一个寓画为生的这样的一个画家，他是一个职业画家，他每天不停的创作，都是为这个来订画的，或者是喜欢他的，或者是为了展览，或者是他是不停的创作。那个时候又并没有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和记录的一个机制，是吧？对，它不像现在一样。甚至他的年鉴里面，你们看到很多人的年鉴说，这一年创作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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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作品。那他的年鉴大部分都是这一年做了什么事儿，见了什么人并没有说很好的一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最终还是要看画面，看他的笔墨的特征对。那这张画呢，就是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山水画里面呢，他能进入59年、63年以及这个荣宝在画谱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展览和这个出版，的确还是能代表他的这个山水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面貌，和我们后面要说到的这个新卫山水册哈，它也有某种就是把一个画面的一个变体或者是扩大哈。新卫山水册就有一开这样的。其实我是感觉齐白石的不只是山水包括他的虾也好，他的动物草虫，其实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能把这个图像的东西记在脑子里的这么一个画家，
这个比如说这个木屋归帆，就是它其实就是在五出五归的时候，因为五出五归我们知道当时没有火车没飞机，五出五归跑遍了这个北中国跟南中国，啊，他甚至还去了越南。那他这个除了这个马车跟走路以外，他用的最多的就是坐船，坐过海轮，坐过江轮，啊，在船上他看到的这些片片的风帆，所以说这个场景对于一个他虽然是长江边长大的人啊，湘潭人，但是呢，这个对于海啊，对海帆呐，对于这个海船，看到以后，他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所以说呢，他经常的话，这个帆船这个主题哈，这是个图示啊，图示，包括后面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这个贝叶工虫，啊，也都是他去南游的时候，他记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印象。所以说，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图像很敏感啊，对于图像这个幻化又是非常擅长去诠释这个画面的这么一个画家。那以前说董其昌是有这叫书画传哈，对，所以这个画家，我觉得可能对于在船上，他的一个视线啊，对于他创作的影响。他在船上对于人生感悟，对于他的这个创作的影响，可能是要比在平地要深刻一些哈。我们平常人，你看到这个大江大海，你看到这个壮阔的这个海和江的时候，你总是会这个有感而发，或者是产生一些这个不由自主的一些情感嘛，对吧？你现在拿起来相机，你去拍照或者干嘛的，确实是会有一种这个更加自由的一种表述。他的确呢，就是说，他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画论哈，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要胸中自有这个甲天下的三水哈，他很不喜欢这个晚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平铺细抹死功夫这种东西的这种自信和他在这个江海湖泊里面培养的自己的这种心胸和眼界，的确，我觉得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没错，那我们进入下一章，依然是一个水墨的我们这次好像跟水墨的齐白石是非常的有缘。谁霸谁亡。谁霸谁亡？我有一次问香港的一个行家，他应该是经手过上千张齐白石，可能不止，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懂齐白石。我说你最喜欢齐白石什么题材？他就说他最喜欢小鸡儿，小雏鸡这个小鸡呢，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北京画院的一个展览，他那一次好像是跟韩愈还是跟谁是一个合展哈，那一次他就拿了好多件这个雏鸡的这个题材的各种变体的哈，就是一个柜子里面放了好多张，那次我就看了很长时间，就是好像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没什么太了不起的题材哈，但是他画出来的这种灵动，这种一个群体的一个小鸡群里面，它的这种互相之间，甚至目光的这种交接和这种互相的动态的这种影响，还有一只，你看这个上面还有一只这个飞起来的一个小鸡，那他们是在觅食，或者是在抢一个蚯蚓，或者是在共同的，或者是也有走神的小鸡，他能够用这种空间感把这个鸡的这种动态处理它的这种节奏感，我觉得他在处理这种群鸡的这个画面上面都是特别的有本事哈。我们经常说谁什么有本事哈。对，他这个每只鸡的动态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盘子上3只鸡最左边这个就已有年款，这个下面这一只，它其实它只是一团沫，但是呢。对，这一只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对，仰着头的这种感觉，仰着头，有3个爪子。它很抽象，但是呢，你能够很明确的看出来，这是一只小鸡，是一只仰着头的小鸡
挺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啊。包括这个篆字啊，谁霸谁王，其实还有，我是觉得呢，就是齐白石总是在画面里面，这个他的画跟他的题有一种特别对冲的这么一种有意思的感觉。你比如谁霸谁王，其实他是自己写的一首诗哈，这个诗呢。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啊。陈群无素，对，谁霸谁王，汤决非自，艰险非良，没错。焦明清斗终非祥，没错，是吧？对，这就是他的一个民间智慧。所以说很有意思，然后跟这个很可爱的小鸡组合在一起，哎，这个画面就让你觉得还是刚才那句话，就会心一笑，很好玩啊。的确是，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基因里面也是一直都有一种倔哈，没错，倔就是特别的，他其实特别自信，特别自信的一个画家，所以这也是一种成就他的一个性格哈，哎，下面这张有意思，哎，这张稳坐，这两个篆字，我们有一个同事用这个稳坐换了个词儿叫坐稳，做了一个手机壳，特别可爱，好玩这个，这个有点意思的是，它首先这个题材啊，太公他画的其实姜太公啊，在任于饵，这个题材啊并不多见啊，他画人物有一些啊，尤其是像同样图式的这种，比如说东坡完颜，我们后面还有一张啊，这个画法是比较近似的，但是这种不同图式、不同人物之间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这个姜太公钓鱼，这个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并不多啊，并不太多。我们很早02年的时候卖过一张稿子啊，一张小稿子，但是那是一个稿子啊，不是很完备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这个呢是很完备的这个一个太公钓鱼啊，同时有篆字，有一炷香的长题。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在左上角啊，有溥心畬，我们溥二爷啊，做的这个一首诗啊，一首长题。他们两个其实按我们来讲是不太能够这个我们想他们其实是这个交集不多的，那其实他们两个也在这个原来的美专啊，就是国立艺专也一块担任过教师，46年的时候一块去南京做过这个展览。对我们还配了一张图哈，是郭总找的这张图，两个人稳坐，这个特别能体现这个稳坐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气派哈。对，就是这个应该是46年在南京做展览时候的一个，好像是开幕式的这样的一个合影哈，特别气定神闲。对，就他们两个人呢，我觉得气质上面可能是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从人情世故上来说，可能这个溥心畬跟这个张大千的这个交集会更多得多，但是呢，这样一个好像似乎毫不相关的这样的两个人，在一张画上面表现出来的气质也非常不一样。你看齐白石的这个画，这个姜太公的这个神态，包括他的这个题，和这个溥心畬的这个题。溥心畬是非常文人化的这样的一个题诗哈，临流暮嘉影，忧赏无相忘，就一下子呢就把这个齐白石的那一种比较粗犷的这种人的描绘的方法和这整个这个题目的感觉哈，哎拉回来了一点点，他就是好像又往这个文人的这种情绪里面哈，文人总归是在临流啊，对，这个垂钓啊，秋光啊，萧萧啊，什么这个宿雁惊南翔哈，就是他是一个本的一个文人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和一个抒怀吧哈，再加上他的这个很直白的稳坐两个字哈，就显得这个画面呢就格外的好像有趣，很特别，就齐白石好像是入世一点点，那么然后那些呢又拉走一点点，等于说是在这个很好玩这个画面，
而且我每次看他跟这个渔翁有关系的这个作品哈，我经常会拍照哈，就是说拍他的这个杆儿的和这个鱼线的这个关系。对，这个是特别画得好。就这个东西呢，它还不是说一个有多么一个传承，或者是他就跟谁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它还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的一个观察，他的这个鱼线和这个鱼竿的这个纠缠和这个虚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他这个是处理的真的是特别好。那很多作伪的人呢，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准。硬。包括他这个渔翁，这个放大看渔翁的这个眼神，看向这个鱼钩跟鱼竿，年纪大了嘛，他年纪大了，他认钩认饵，他要对吧？要很细心，他包括手的这种配合很有生活，这一定是这个，要不然他在湘潭的时候自己钓鱼，要不然他一定在河边看过这个同村人钓鱼，他很有生活，描绘的非常的仔细。那当然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画的这种技巧的高超以外这个还是这个磨木上年旧藏保守对，这个是来自沪上的一个老家哈。后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到后面再提哈。对，就是同样的一个藏家哈。有时候你看他几样东西，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审美，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藏品是有要求的。可能是同样的条件之下，他可以买这个，也可以买那个。那最后他留下来的，如果一件，那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他可能是巧合。但是如果是2件，或者是说一批，它都有同样程度的一种眼光和这种要求的话，那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说，好也是一家很多东西都好，不好这一家可能是很多都不行。那其实说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点哈，就是说藏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藏品，他总归是有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标准审美在里面。没错。下面这件也很有意思，东坡先生玩雁图。那这件是我们2010年春拍出的一件作品，那同样也参加过齐白石的世界。这就有2个哈，我对这个作品我有2个回忆哈，就很好玩。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就是跟这个砚台就是这么的有缘分哈？就每一次好像就是你收到一定的阶段，你再回想，你一定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这个浙江籍的这个大师的作品特别多又或者是一个金石类的，这次好像开会一样就都来了。这一次呢，就是跟这个砚台好像是非常的有缘哈。我记得首先是我们在日本征集的时候，大概是那是比较早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日本的藏家就包了好多称哈，就拿来一个砚台，就是一个沈氏燕翎注入的这样的一个砚台。那大家就挺开心的，就谈了很长时间，又做工作怎么样？下决心，出品就给了我们。这个之后呢，我就去香港出差，在香港呢就见到一个手卷，就是吴昌硕画给这个沈石友的上款的这样的一个画绘百花卷。这个之后呢，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又见到一个清供图，也是画给这个沈石友的。好，我又做工作，我们就算是跟这个沈石友的缘分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结束，和砚台的缘分哈。当然后来就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就是说大家非常知名的这个王蒙的这个喜宴图这个童子喜宴，它也是一种
很好的一个象征，而且这个作品呢，我们另外的时候再谈哈，非常非常重要。哎，那同时这个之后，哎，又东坡晚宴13年了，对，哎，又回来了，也是跟砚台有关，尤其是东坡这个人物，那我想疫情前后好像其实是还是大家的东坡，但是大家对东坡这个人物寄予的一种内心的这种感想吧，哈。就不太一样了。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些豁达啊，他的这些诗词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他那个人的那个样子，好像也跟从前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东坡好像不那么一样了哈。我有时候想，我们就是前些年拍的这个傅抱石的这个东坡像哈，没错没错。哎，为什么会卖到那么好？当然是也是一张不大的一张作品，那张不大，提了又提，也非常精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交哈，没错。哎，那这一张呢，这个齐白石画的这个东坡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精益的一个作品，你说他是任何一个夫子，一个士大夫都行哈，晚宴那大家也是一种就跟拜师一样，是一种文人这个比较惯常的这样的一种爱好吧哈。哎，但是呢这一件呢，我觉得人物的塑造，眼神。这个包括这个砚台的这个描绘，对，这几笔哈，哎，真的是非常的动人。这个砚台里面的两笔，这个你说是留白也好，你说是用淡墨给它勾出来的这个砚台的凹槽也好，对，特别到位。对，这两笔，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题石，我觉得也是，很动人，这个是特别他说他不喜欢跟这些七七八八的哈，打交道哈，就是他说若以才华做公论，此翁谁处何孤行？对，就是说我有本事，我有才华，我有一颗就是在哪里都能安顿自己的心哈，我无所谓，我不需要跟你们。这样子，这个同流合污也好，是说怎么样也好，我是可以自己跟自己很好的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要放在从前呢，好像是还好但是我觉得疫情以后呢，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大家对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玩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存在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事实上都有一定的变化。没错，没错。所以，10多年以后哈，你说再看这张画呢，就感觉又不太一样了。没错。那又有这个沈尹默，还有这个同时期的叫黄梅，还有这个他是给这个张锡白题的是吧？对，张锡白是主人，对，然后是黄梅和这个沈尹默都是题给他的，没错。这个呢，关于这两题呢，反正我是在做图录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点小小的执念的。这两题，黄梅这个沈尹默。和张锡白，3个人是有名有姓，那么里面还有2个没名这个有字有号没姓呢，就是云桥、易盖，这5个人里面，除了沈尹默我们都知道以外，剩下4个人全部查不到，
全部不知道，考证不出来是谁。这是这个云桥兄他藏的这个东坡完颜图啊，对。然后是这个黄梅应该是个湖南人了，湖南人，益阳嘛，对。也许我们这个播出去以后，大家就能帮我们提供这个人物的信息哈，把这个案给破了啊。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张画。对。其实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诗，包括他提的这个诗跟画，因为这个人物啊，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比例关系，什么背景都不画，诗这个篆字和行书的这个题，这样的画面特别大，面积特别大，这个东坡呢。从比例上讲，不如这个题诗大，所以说呢，我猜测哈，白石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特别的有情绪的，他特别的觉得他跟东坡有共鸣，有代入感啊，他是君，然后剩下的这些你看不惯我，不懂我艺术的人是愚子啊，我不跟你们这个我不跟你们掰扯啊，这个对是特别有这个有意思的这么一张东西。所以这个郎少卿先生当时是为这个齐白石的世界他写的这个暗语哈，我觉得他也写的是非常的好。他就说，像苏东坡所言哈，使之争放本精微哈，用这一句来形容这张画，他就觉得对于齐白石的这个作品是当之无愧的。没错，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了。对，接下来这3件有意思。接下来的这3件呢，都是跟这个秋叶，我看我顺一下是贝叶，秋叶、枫叶，3部曲。没错，可以这么说哈。没错。这个贝叶蜻蜓呢，其实怎么说？是贝叶，其实是贝叶蜻蜓这个体格是齐白石的这个绘画体系里面，就我觉得叫独一份吧。它跟他别的这个写意的这种山水也好，人物也好，画面都不一样啊。他用的这个题材也是跟他平常画的那些蔬果呀、白菜呀，这题材也都不一样。这个题材贝叶这个题材啊，是取自于这个南方啊，北方是不长的，包括这个湖南也不长吧？对，就贝叶就是菩提叶，它是原来这个是是在上面写佛经的这么一种叶子，这个叶子在我们国家就是两广地区长得比较多。那这个就跟我们后面也要说到五出五归有关系了。它的五出五归，我们后面做了一个线路图啊，你能发现，除了他每次一定要回到湘潭以外，他去过最多的2个地方，扎根的2个地方就是钦州跟广州。这2个地方，他见到了这个桂林山水，见到了这个阳朔山水，同时也见到了贝叶。贝叶对于青州他还碰到过一个千手拨莲的对女子，没错这都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贝叶给记录了下来，然后跟他的工虫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市场上特别津津乐道，然后但凡出现一张可靠的贝叶工虫，就一定不会便宜的这么一种体格很有意思的一个体格。这张画呢，我们看左上角它有题哈，这个题呢，可能是老先生这个92岁重题的时候呢，有点记忆的不是记忆偏差，有点笔误哈。他提的是丙子呢，丙子我们知道36年的时候他已经在北京扎根了，对就很少在远游了。那么这个显然是笔误，应该是丙午06年，大约应该是他4出4归的时候，画的。然后呢，画完以后就藏在自己的这个画筒里，对，并没有提款，没有提时，然后40年以后，又倒腾出来了，对，然后自己再提，而且是给他的这个儿孙保藏，就是说他对这张画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哈。没错。那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张的叶子蜻蜓，
包括这个枝干的这种表现，都是它非常标准件吧。这是最标准的齐白石的贝叶工程，它跟我们下一届呢也有点不一样啊。这是最标准的齐白石的贝叶工程的标准件啊。下一件呢，就是一个很特别。说实话，我经手齐白石也很多哈，不可谓不多。对，肯定很多。但是呢，没有见过这一类的这个秋叶的这种表现的这个方法。我那天一看这个，我就想，哎，这符合今年的这个美拉德色系。美拉德色系，对对对，美拉德哈，这个。而且呢，它是纯粹的是一个写意的这样的一个秋叶的这个表现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跟这两个丛子的这种布局，而这张画不小，有将近6平尺，这张画6平尺，6平尺，这应该是朵云轩的旧藏，没错，是一张非常标准的。87岁的，你看哈，他写的是老木所写，对，虽写意，未敢妄为。季平堂乃白石之堂名也就是说，我是要画的比较放而表现秋叶的那种飘零的那种还。没有到那种飘落的感觉，但是是在枝头上，它是迎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没错。但是呢，我还收着点儿，我并没有说我夸哈，我就给他，我是一种经营的一种心态来创作的。我觉得这张画它是非常非常精心的，我感觉他在画之前应该是对于。这一丛树枝的这个主干，分枝，这个浓一点的这种秋叶的这个肤色和淡一点的，包括你看它每一片叶子的这个走向，这个是非常让你看这个细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包括这个叶尖哈，这种它的这个飘落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向它都非常的这个怎么说？我觉得它是有设计的，没错这一件作品，它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未敢妄为呢？哈，就是说我画一个不是贝叶不的这样的一个秋叶，一个写意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作品，那也有可能是为了配合他从前留下来的这2只公虫，对，是吧？我有这么一个大章，上面我从前画了2个虫在这个上面，我要怎么来匹配怎么来合理？我觉得它是非常的有计划哈，没错，用心精益，用心非常用心。所以呢，这件作品呢是很独特的，能说奇特吗？我觉得可以说至少是独特吧，对，很独特吧，就是很标新立异的这么一件东西。对，起码它是跟惯常用的它的这种贝叶的这种细落的这种画法、细笔的画法不太一样这是很少见的这么一张。而它这2个前印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叫做“千流不饮洗耳水，新堂白雾不出公卿”这个也是他比较着意创作的时候用的2方也特别齐白石的2方印，特别的显示出这个白石老人这个超级自信的这么2方印。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得自朵云集珍的一个出版。我们这次跟朵云有点关系，齐白石比较也有点缘分有点缘分。那下面这一章呢，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这个也是北京的一个非常资深的藏家，是舍不得。用5个舍不得，对我的话我也舍不得，都不足以形容哈。这张画是没有脱，就是这样子一个细卷留到现在。微脱表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就是
非常的怎么说？刚才那一张我觉得是着意，这一张呢就更加的是它的一个集合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诗书画印，都集中表现在一个作品上面。枫叶、红叶、红叶梦还，尤其它的最后一句哈，他说的是叫做“十里寒中谁独敲，梦还月入山”。啊，他是写的一个兰香子的一个词，88岁。其实我们平时在经手这个齐白石的过程当中呢，88岁对我们来说是有点困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们甚至会跟客人说，因为你这一件作品是88岁落款，可能会要影响你的这个作品的价格。那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呢，因为在40年代的这个后期，他的这个成就被认可的这个程度呢，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所以呢，就是作伪的就会特别多。那后来呢，只要你玩齐白石呢，老师们就会告诉你啊，88岁的你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一年有很多人作伪，所以呢，以至于我们一看到88岁，你心里就打个折扣，小小的折扣啊，你就会觉得他的这个市场表现力可能就会不如86啊，或者是90啊，怎么样啊？但是这一张88。你打开的那一刻，那1秒钟，你就是笃定的，这一定是一件好的、难得的齐白石不仅是它这个题材，这题材是非常难得。那同时这一张纸，对，是吧？很有意思啊。这张纸就是我们是从上一次发现这个发现的。白石上次是白石家珍里面，我们也是未脱表的4件齐白石的这个作品。他用纸其实是很讲究的哈，我们在上次的齐白石，包括这次的这张这个《红叶梦还》里面，它的左下角啊，你可能不是很容易能够看出来，但是呢，你打着背光你是能看出来的，它有这个水印，这个纸就是汪六吉的这个叫汪六吉的料瓣纸啊，这个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没裱的时候，你通过水印能看见。一裱以后，哪怕你轻拖一下，你完全看不见了。这是齐白石画很重要的作品，或者是自留的作品里面的时候，他特别用到的一种纸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这张画的一个佐证吧很特殊的这么一张纸所以呢，我们也没舍得脱也没脱，依然是原样一样对，装了一个框，没错那这样也是2个丛，这3张是不是都是2个丛啊？也是2个丛，不是，第一张是一个丛，一个丛，第一张是一个丛，也是2个丛，但是我就自己非常爱他这一片题诗，我也在想这么重要的一个着意的一个作品，他应该是送给一个非常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个前印就是说无所能者乐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能干的事情就是我开心的事情我正在干的都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还是这种乐观自信一直还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面。那同时呢，还是有一种非常浓厚的一种乡情事实上，他来了北京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湖南对于他来说就是变成一个符号，没错。那红叶，岳麓山的红叶，事实上对他来说也是他这种怀乡之情的一个载体所以这一件作品呢，也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是非常值得珍惜、珍爱的没错，这个客人的这个
不舍得也是不舍的那很有道理。种感情哈，就是他走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我都特别能理解。我就觉得一个好的作品的确是不容易啊。对，更不舍得说啊拖好啊挂呀，他可能就是一直在一种默默的，就是卷好这样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也让我们呢，就是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呢，就是我们又多一次机会看到了齐白石更多的一种面貌，更丰富的一种样式，以及他在88岁时候他的这个作诗的这样的一种很有情怀的一种作词的一个词作。对，这个词是挺少见的。其实这张东西的特别之处，第一是它的这种，刚才郭总说了，这种浓浓的思乡的情绪这个去不到的地方是远方。这个回不去的地方是家乡，所以说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表达他的思乡的情绪，对吧？岳麓山的红叶这首词也是，他写的是这个寒寺钟声，写的是这个水浅白沙，但其实呢也是怀念他家乡的一种反应，一种这个诗词化的一种体现。那词其实这个我们好像是前2年也是卖过一本《白石诗草》，对吧？其实那里边更多的是白石的诗，他自己平常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有人统计过他可能写过3000首，写过4000首，也有统计过写过6000首的。但是统一特点是这些都是诗，他很少写词因为白石自己说过这个词宜测验。什么叫测验就是这个词他觉得写词应该这个言辞华丽，他觉得这个华丽的词跟自己的这种性格不大我是木匠我是要做词是也是比较要设计比较要讲这个规矩的。对，所以说他觉得这个跟他性格不搭，他就不写。但这首词就写的是真情流露，不仅是朗朗上口、清秀流利，而且是特别的抒发他的这种思乡的情绪的这么一首词。这首词跟这个红叶搭在一起就特别的搭调对，我就是觉得他这张画就是他的这个印文，就是叫做陆山红叶相思的一个总结。没错，很完美的一件东西。对，那我们看重气。齐白石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他奠定他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拍卖市场也好，是说对于中国艺术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很主流、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这一场拍卖就是94年秋天的这一场嘉德的拍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也能说是一个起点吧那这些呢都得益于这个辛官节先生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我记得我刚来嘉德的时候做这个5周年的这个纪念册里面就不断的有跟辛老相关的照片跟这辛老提供的这3张齐白石相关的一些文字和图文的这个记录。那以后在10周年的这个纪念册后来在20周年的纪念册，那这本册页辛老和另外的2张齐白石都时时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那在后来市场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那他当然这一张他在94年的时候已经就创造了当年的这个齐白石的这个世界纪录。那么多齐白石，为什么独就是说这一册和另外那2张，就是他每一次出来都会变成一个核心、一个焦点、一个就是说那一季的市场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我们在很多年以后，我们在
前一段时间再一次把这个册页捧在手心哈，再一次过目的时候，事实上这一册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其实不能说画面哈，它其实是一种很综合的这样的一种感染力哈。它依然就是说和我们从前看到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打动我们，是以它这个画册的形式，是它的这个画面的形式，是它题识，是它的这些12张各异的这个画面，它的款，它的章。辛老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痕迹他曾经这个作为很重要的一个册页，参加了这个齐白石的遗作展并且有一个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出版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录。那他也作为这个中国艺术品的代表，去过法国参加展览。这些种种的这些经历哈，它还有无数的重要的出版记录，这些综合的这些痕迹，其实包括他成交的这些记录，最后成就了这样一件很重要的，我们说是代表他的这个山水画最高水准的一个集合体我想这样来定义这本《兴味山水册》，或者是它更诗意的一个名字，就是叫做“咫尺天涯册”。是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这个册页更像一个符号我们说它的山水画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成就？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大幅的山水的作品画桂林给曹锟画的那些也都是他很精益之作。但是这一件，事实上是他经由他的对于山水画的一种构思，一种试错，以及经受了大家对他画山水的一种种种非议，又经过了他五出五归以后借山图的一种总结归纳以后，他给这个上款人这个文素松文素松先生是他的一个知己经历了3年时间，他创作了一个24开的这样的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叫关于山水的总结性发言，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哈？像是博士论文一样，像是一个虽然呢，就是非常遗憾哈，就是这24开册页的另外12开到现在为止没有见到他们的真身在哪里哈。对，希望以后有机会。那我们现在见到的这12开，其实呢，作为一个册页来说，它也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集合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朝阳到明月哈，它是一个轮回。那它同时也表现了四季，夏季的荷花，秋天的这个柳树、枯树哈，以及它所看到的留有最深刻印象的这个桂林的山水这个故乡的这个乌鸦，或者是北京的乌鸦总而言之就是说，它不像借山图是一个那么准确的，是有名有姓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地点或者是说根植于他内心的一个速写，或者是说一个记忆这一件呢，我觉得更像是他对于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总结，把他最了熟于心的这些题材，用最概括、最简练的笔法来总结，来集合成这样一个保留我这本山水存在于世，就说明我对
我的山水画创作有一个对世人的一个交代，对我的这个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交代。而事实上，他在这一册以后，他的山水的这个题材就会越来越少，没错，很少。也更没有说一本册页里面能看到这么多他对于山水的这样的一种思考，或者是一种怎么说，一种全景式的一种展示。所以这一本册页呢，它的确是有它的一个魅力哈，或者说是一个魔力哈。你什么时候看到它，好像说我拥有这样的一个山水册，我其实在它的山水画领域，我就其实已经拥有了它的各种题材和它的在表现山水画上面的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高点那当然我在花丛上面，如果我有这个可惜无声册或者有它更晚年的一些这种带丛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的一个各种怎么说，也是花丛组合，也有很好的册页。对，是不是好像说我对于齐白石的这个拥有哈，我就能够达到一种比较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至少我觉得在山水画上面，这本册页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高度，担得起这个。其实说俗一点呢，其实就是集大成，是吧？就是集大成这个词儿我们老说，但是这套册页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想到的白石的这种山水图式，它全都有。不仅是对于舞出舞归的记忆，也是对于家乡的这种有三开嘛，也是对家乡的这种思念。其实可说的特别多这套册页哈，它的上款人，它的这个旧藏者新老，它的出版，它的出国的经历，包括每一开的这种图式，可说的特别多啊。这个当然，尤其是我觉得它最后的，其实这句话应该是他的一个总结哈，就是说无画山水石榴匪姿，对，故于己绝笔，我基本上不画了。那今有这个营栽地这个强于画此，就一定要让我画。那他说此册远胜始于石涛画册堆中一流也，即起于季之白石。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就是说我是为这样的一个自己来画的他认同我，他不像别人一样觉得我的山水不行，那而且他更让齐白石感恩的可能是说他对于他的一种归纳和肯定，就是说你在北平的这个画坛虽然有很多人可能看不起你，但是我认为你的这些山水比那些摹骨的那一派的那些人要强多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怀抱着这样的一种遇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创作的，所以呢格外的用心，而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些题材最后都变成他千变万化的一种母本。没错，没错，就是说它或大或小，或变成陈善，或者是变成圆光，或者是变成别的形字。但是呢，这些是他最根本的一些熟练的，或者是经过他无数次提炼以后的构图和他的一个笔法。没错，那这套山水呢，我大概说说这套册页的这个流传。那这个册页呢，最早刚才郭总说了，是给银斋人弟画的。这个银斋人弟呢，就叫文肃松，他其实是一个行伍出身，是一个军官是一个军官但是这个军官不一样的地方，就包括我们后面先提两句哈，后面的那个两套册页，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正职之外，就特别喜欢这个艺术的这个。两个人，这个文肃松也是，他在自己的这种行伍这个军人身份之外特别喜欢击鼓，特别喜欢这个古物古董，
尤其这个书画喜欢这个齐白石，跟齐白石的关系特别好。那我们在做图录的时候，也翻了一些资料哈。全集里面，齐白石的全集里面收录了这个他一生的印哈，有很多印都有几方印都是给这个文素松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对，文素松是一个金石爱好者，没错啊。比如说这个萍乡文氏银斋藏汉玺平州驿，石经残碑之印，我们知道。直观反映这方印上的字太多了啊！这个我们知道白石是一个比较算计的人啊，给你多大的印，然后刻多少字，它是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润格的啊。你看这方印上呢刻了这么多的字啊，然后这个送给这个文素松，所以说能看出来他是对自己认可自己作品的人。是特别感恩的，齐白石也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他为什么说他接地气，就是对于认可自己的人，我可以无条件的来回报你，包括我们这个文素松过生日的时候给他画紫藤，包括给他画过很多的画，那么这套册页也是。那么在文素松之后，这套册页呢，应该是归到了这个荣宝斋收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齐白石一座展览会57年出的画册，58年1月份的展览这是齐白石去世以后的第一个大展，这个展很有影响力，展了3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这个借展方有公立机构也有私人的公立机构像荣宝斋文化部美协等等私人的你像胡培恒包括陈代生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本书是很权威的。那么这套册页在当时这个展览会里面的名录是列在第170号，它的借展单位呢就是荣宝斋，等于说这本册页后来在文素松之后就到了荣宝斋，然后再后就是新老从荣宝斋把这本册页买到了自己的手里。他在荣宝斋的时候还参加了这个法国这个凡尔赛宫的这个展览，以及他的这个册页后面还附有意大利佛罗伦萨海关的这个办公室的一个章，一个海关的一个印章，紫色签章。所以说这套册页是出过国的是出过国的，在50年代那么接着呢，在新老这里就珍藏了半个世纪94年的时候，嘉德刚成立，秋拍为了支持新兴事物这个新老就提供了包括这套册页在内的3件作品，交屋，包括把这个63年的画册也送给我们，把63年画册也给我们，有新老的签章的对。然后就是94年就首次释出市场，那么在之后呢，11年的时候再次释出市场，就创造了齐白石的这个也是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东西我们拍卖嘛，就是物以稀为贵，这东西拿出来以后它一定是焦点，在市场上这个成为焦点，它就一定会有很好的这种市场表现那我看你还对这个五出五归好像做了一个图示对，做了一个这个终点起点一个整理颜色的一个整理就是五出五归，我觉得其实对于齐白石来说呢，就有一点像张大千的这个去敦煌其实就每个艺术家在他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都有自己这个叫节点式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往往呢就是说因为有从前所以有这个经历，因为有这个经历才有他后来的创作和成就。那我想他这个五出五归呢，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决定了他最后能下决心到北平来定居，也同时因为五出五归，他收获了人生当中更多的见识见到了更多的贵人，看到了更多的藏品，也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他在某一个方面呢，他的确又是一个非常有运气的人。我觉得就是他的一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功你很难复制。事实上就在于他的这个人脉，从他的这个胡清源开始，他周边的这个罗三七子，每一个人事实上在后来的发展当中都是对他有影响的。那更别提房范山，更别提夏武夷，更别提这个郭宝生。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头开始就是看好他，支持他，在不同的阶段力挺他那他当然到了北京以后，他的眼界就更加开阔，他能够去保定军校，为这些军人们，为曹锟作画。在北京也因为这个梅兰芳打开他的这个局面，更有他的这个恩师这个陈时珍的这种对他的这种深知吧和鼓励。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一生当中他是得到了很多的这种滋养，但是呢他把他所有的滋养呢都化作了他画画的一种动力和一种能够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基因吧。就是说我们都看过八大，我不见得也许我就会临一张八大，可能我就觉得很好了，但是我又画不过他，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能把八大也好，把吴昌硕也好，把这个陈道夫也好，是把这个扬州八怪这个李福堂也好，他能